日薄西山的美国霸权走下坡路已经不是什么新闻，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外交访问上的接连碰壁，无疑能更好地证明这一情况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最近这2天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过得有些不顺心。起因很简单，作为堂堂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国务卿，联邦政府在职高官，负责外交事务的布林肯，居然在自己的领域连连吃瘪，屡次碰壁。不但出访沙特的途中被沙特人打来电话，在飞机上还没落地就绊倒劝返，只得哪儿来回哪儿去。后续还3番5次明里暗里地表示自己打算出访中国，已经安排好了既定行程，仿佛就跟逛自己家后花园菜地一样，想来就来，随时能来。然而后续传出的消息却并非如此，布林肯计划的访华之旅再次被拒。而且这还不算完，沙特和中国都去不成的布林肯，可能是为了找点事儿干，跑到东南亚去拉拢越南加入反华包围圈了。没想到这一去，直接被越南人在镜头面前公开羞辱了一通。在布林肯与越南总理范明政会面时，从现场拍摄的照片中，我们能看到很戏剧性的一幕。在公开正式的外交场合下，仅有越南一方的旗帜被摆在现场，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身后则是空空如也，丝毫不见美国国旗的踪影。在现场记者拍摄下照片并发布之后，这一情况立刻引来了外界的强烈关注。有不少美国网友都质疑，这是否算美国国务卿主动上门到越南挨羞辱？在两国公开且正式的外交场合，不摆美国国旗，只摆越南自己的国旗，这似乎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。而面对外界的质疑，美国方面后来的回应也是让人感到有些啼笑皆非，直接将外交出访自降一级，声称布林肯此次越南之行是以个人身份去的，而不是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。如此这般解释找补，只能说符合对美国一贯的刻板印象。黑的说成白的，死的说成活的，丢面子的事儿都能说成争光的事儿，不正是美国的一贯做派吗？事实上，布林肯在外交出访上吃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，中东油霸沙特此前就曾给美国好好上了一堂外交课。美国总统拜登一边骂着沙特是国际贱民，一边还要沙特听从美国的命令行事，以维护美国利益为目标，不顾沙特自身利益来对石油进行增产减产，以此来达到美国石油霸权、控制全球油价的目的。过去沙特在此方面曾屡次受美国欺压，一忍再忍，而如今这个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下，美国的霸权早已不复往昔。沙特有了更充足的可选择余地和回旋空间，来拒绝蛮横无理、肆意践踏他国，哪怕是盟友利益的美国霸权。于是乎，我们就能看到，在布林肯前往沙特去谈石油霸权相关问题的路上，沙特直接给美国发去了拒绝出访的消息。这时候，人还在飞往沙特飞机上的布林肯已经别无选择，就算他的专机到了沙特领空，大概率也会被列为不受欢迎、不被邀请的人而无法降落。到那时候，这会更丢面子，在国际上更加下不来台。一番深思熟虑后，布林肯最终还是选择半途折返，打道回府。沙特敢于对美国霸权说不，拒绝美国高官来访，再加上沙特近期和我国达成了一系列公平友好、共同发展的合作，并在我国的斡旋下与伊朗化敌为友，正式建交，大有全面脱离美国在中东维持多年的霸权格局之势，更加能充分说明今日之中东已不再是往日之中东，蛮横无理的美国霸权正在这片土地上日薄西山。另一方面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仪式上也是接连吃瘪。起初在气球事件的时候，造谣无下限，对中国瞎指责一通的布林肯，还趾高气扬地声称，因为中国气球事件的影响，他会推迟访华行程。说的倒是好听，就好像主动权全在美国手里，想来就来一样。此后，因为美国经济接连暴雷，陷入困境，有求于中国，
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的布林肯再次准备访华行程。但根据目前美国政府人士披露的消息，布林肯的访华行程实际上自始至终都是一厢情愿。中方在最新一次电话沟通中，已经明确拒绝了布林肯提出的访华建议。无独有偶，我国外交部此前也曾就布林肯访华一事做出过回应，表示中国从来没有发布过官方消息，一直都是美国自己在炒作。如此看来，布林肯访华一事大概率是剃头挑子一头热，从头到尾都是他自说自话、自导自演。当然，就冲布林肯这傲慢无礼、想访华还接着给中国造谣抹黑、敌视诋毁的态度，他究竟能不能访华，也应该心里有数。